曹魏朝堂暗流湧動，3場驚心動魄的兵變，3位手握重兵的大將為何全都功敗垂成，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場？明明坐擁淮南重兵，明明心懷曹魏忠心，可他們的反叛卻像是早就被人布好的局，每一步都在對方的掌控之中。司馬氏看似被動平叛，可為何每次兵變之後，他們的權力反而越來越穩固？這背後到底藏着怎樣不為人知的陰謀？今天我們就揭開這段被掩蓋的歷史迷霧，看看3次兵變的背後到底是誰在操盤一切。正始10年，公元29年，爆發高平陵事变，大将軍曹爽被罷免後遭到誅殺，太傅司馬懿從此掌控魏國大權，提拔鎮守寿春的王陵出任太尉。王陵和外甥令狐疑見魏帝曹芳年紀幼小，無法主持朝政，大權落到司馬懿手中，便打算廢掉曹芳，改立楚王曹標。令狐疑還派部將張氏前去聯絡曹標。嘉平3年，公元2511年，王陵發現東吳在滁水一帶有所軍事行動，隨即上書朝廷，請求允許出兵討伐東吳，打算借機起兵反抗司馬懿，這就是歷史上的王陵之叛。朝廷沒有給予答復，王陵便派部將楊弘把廢立皇帝的計劃告知兗州刺史黃華，希望獲得支持。沒想到楊弘與黃華向司馬懿告發了王陵的密謀，計劃還沒開始就被出賣。這場起兵從一開始還有可能成功嗎？司馬懿隨即領兵前來討伐，王陵知道自己無力抗衡，加上司馬懿出兵時已經先行赦免了他的罪名，只好選擇投降。事後王陵明白自己終究難逃被殺的命運，在被押往洛陽的途中自盡，王陵、令狐疑等人都被誅滅三族，楚王曹標也被赐死。同年8月戊寅日，也就是公曆9月7日，司馬懿身患重病，夢裡夢見賈逵、王陵前來作祟，內心十分惶恐，沒過多久就病逝了。魏國大權由他的長子司馬師接替掌權。正元元年，公元254年，李豐和夏侯玄、張繼等人打算推翻司馬師的掌控，可計劃泄露了，李豐、夏侯玄和張繼等人全部被殺死。曹芳對李豐等人被殺這件事深感不平，這引起了司馬師的不滿。於是幾個月後，司馬師強行廢掉曹芳，改立高貴襄公曹髦做皇帝。李豐等人被殺，曹芳被廢，讓當時駐守寿春的镇東將軍冠丘儉和揚州刺史文欽特別不安，害怕會牽連到自己。而且冠丘儉的兒子冠丘殿也勸說父親要起兵保衛曹魏，兩個人於是下定決心反抗司馬師。前一個人剛剛被滅族，下一個人立刻起兵。你覺得他們是真的看不清局勢，還是已經沒有退路？正元2年，公元225年，冠丘儉和文欽在壽春起兵討伐司馬師，還進軍到了項城，這就是冠丘儉、文欽之叛。東吳知道冠丘儉叛亂後，也由丞相申峻率領呂據和劉湛領兵到壽春支援冠丘儉。司馬師親自率領大軍前去討伐，還派荊州刺史王基帶兵和叛軍對抗，搶先佔領了項城的南墩鎮。之後諸葛誕、胡忠和邓艾也都領兵趕來和司馬師會師。司馬師下令各路軍隊不能進攻，冠丘儉和文欽既沒法進攻，又害怕撤退的時候壽春被偷襲，軍中的淮南將士因為家屬都在北方，軍心於是渙散了，只有新歸附的農民還依然消滅，兵力尚在，但軍心已散。你覺得這場仗從這裡開始還有勝算嗎？這時候鄧艾駐守在樂嘉，冠丘儉看到鄧艾兵力薄弱，就派文欽前去攻打。可文欽趕到後，卻發現司馬師率領大軍來了，於是只好撤退。司馬師派左長史司馬邦追擊，文欽的軍隊節節敗退，全靠他的兒子文鸯奮力作戰，才得以全身而退。這時候殿中人以達木追了出來，試圖勸說文欽投降，卻被文欽拒絕了。冠丘儉知道文欽兵敗後，連夜逃走，剩下的士兵於是潰散。冠丘儉逃到了嵊县，被平民张蜀射殺，首級被送到了洛陽。文欽回到象县時，大軍已經潰散，壽春又被諸葛誕佔領，於是只好逃亡到東吳。
曾峻行軍到敦興時，知道諸葛亮已經佔領了壽春，於是下令退兵。諸葛亮派部將蔣邦追擊，斬傷了劉贊。關秋儉、文欽之犯被鎮壓後沒多久，司馬師因為眼睛震出眼眶，在許昌痛死了。大權由他的弟弟司馬昭接手。鎮東大將軍諸葛亮看到他的好友夏侯玄，還有之前在壽春叛變的王陵、關秋儉都接連被殺死，心裡特別不安。於是他一方面在淮南冷落人心，一方面又蓄養死士來保護自己。司馬昭為了鏟除支持曹魏的勢力，聽從賈充的建議，故意逼反諸葛亮，徵召他入朝擔任司空。進京可能被殺，不進就是造反。你覺得這一步諸葛亮該如何選擇？諸葛亮接到詔令後特別害怕，於是在甘露2年公元257年殺掉揚州刺史樂成，暫駐壽春反抗司馬昭。他還派長史吳剛帶着兒子諸葛瑾和楊門子弟到東吳做人質，請求東吳出兵支援，這就是諸葛亮之叛。司馬昭於是率領26萬大軍討伐諸葛亮，駐守在丘頭，還派鎮東將軍王基和安東將軍陳謙包圍壽春，派石苞、胡志和周泰帶兵抵抗東吳的軍隊。東吳的援軍文欽、唐諮、權益、權端等人趁着包圍圈還沒形成，突入了壽春城。但之後王基建立起堅固的包圍圈，文欽等人好幾次突圍都沒能攻破。與此同時，吳將朱毅率領軍隊駐守在壽春西南的安豐作為外援，被兗州刺史周泰打敗。孙林率領大軍駐守在霍里（今安徽巢湖市），派朱毅帶領丁奉和李斐等人再次前往壽春解圍，卻被石苞和周泰擊敗。泰山太守胡烈還派出騎兵把東吳軍隊的糧草全部燒光了。朱毅因為糧草已經沒了，拒絕再繼續進攻。孫林特別生氣，殺掉了朱毅，但因為沒有力量再作戰，只好被迫退回建業。被圍困的壽春過了很久都沒等到援軍。諸葛亮的部將蔣邦和焦義勸說諸葛亮率領主力專攻一個方向，爭取突圍，不該困守在壽春。但文欽認為東吳的救兵一定會到，勸說諸葛亮堅守城池。諸葛亮不聽蔣邦的建議，還打算殺掉他們2個人。蔣邦和焦義於是逃出城，投降了魏軍。後來司馬昭採用鍾會的計謀，偽造了剛剛投降曹魏的權輝和權宜的誘降書信，又派2個人的親信把書信交給吳將權益和權端等人。權益等人收到書信後，果然率領部眾向曹魏投降。這件事讓壽春城的百姓大為震驚。甘露3年公元258年正月，諸葛亮和文欽、唐諮等人突圍，卻失敗了。死傷的人到處都是，只好撤回城內，而城內的糧食已經快要耗盡，已經有好幾萬人出城投降。文欽也打算把城中的北方人全部釋放，只留下吳兵據守，來節省糧食消耗。諸葛亮不聽，還因為記恨文欽，把他殺了。文欽的兒子文鞅和文虎知道父親被殺後，於是投降了司馬昭。文鞅2個人得到了封賞，這讓壽春的士兵和百姓徹底喪失了鬥志。最終，司馬昭在2月攻克了壽春。諸葛亮兵敗後出城逃亡，被胡奮部下的士兵殺死。唐諮等東吳將領則選擇了投降。這3次兵變接連失敗，讓司馬師徹底鏟除了擁護曹魏皇帝的勢力。從此以後，朝堂裡幾乎沒有實權大臣再支持魏帝，天下士大夫也紛紛倒向了司馬師。司馬昭就此一步步走上了篡權奪位的道路。問題來了，同樣是篡權戴笠，後世對司馬師與曹氏的評價為何有着天壤之別？曹丕代漢，世人多稱東漢早已名存實亡，氣數已盡，他的創立更像是順勢而為，而司馬師代魏卻被後世罵作亂臣賊子，詬病千年。這背後的核心爭議終究繞不開一個話題：歷史究竟是在向前邁進，還是向後倒退？你覺得司馬師篡位到底是時代的進步，還是一場歷史的倒退？